叮的一道清脆声响，剑尖直直点在横砸而来的神火横骨齿之上，两者相触，其上所蕴含的强猛劲力，使得那修长的长剑竟然是被压成了一个极为惊心动魄的弧度。那副即将折断的惊险模样，让得周围那些观战的所有八玉天之人脸庞上浮现许些惊异。经过灌注神力的剑身，足以承受极为庞大的重力，而这在接触对方的武器时，便是被压弯。由此可见，那炫白神火横骨齿上究竟蕴着多么恐怖的力量，就连神器都险些招架不住。虽然说他们手中的神器也不是排名很高，但也不至于被那连神器都进不了的齿子压制吧。长剑虽然弯曲成了这般惊险弧度，可却始终并未就此断裂。在剑尖即将贴到腾池神君的腰间之时，后者脚掌跺了跺虚空，长剑之上剑芒暴涨，突然暴涨的力量轰的一声便将那神火横骨齿弹了开去。而借助着两者的弹力，腾池神君掠上半空，俏脸凝重，手中长剑忽然急速颤抖，旋即缓缓移动着。而每当长剑移动一分，便是将会留下一个犹如实质般的剑形残影。那是七玉天神君的最强神技千剑影分，没想到才交手几招，竟然就直接逼出了七玉天神君的最强底牌。这剑影分在大神技中都属于高级层次。不少人开始议论起来，不过他们就不相信在两位神君的联手下还无法击败那名黑袍男子。呵，这才刚刚开始，我想七玉天神君恐怕是想要速战速决，解决掉这那人。毕竟是他击杀了九玉天神君，自然是与整个九玉天神阁结下了梁子，他可算是倒霉了。也有部分的人认为腾池神君施展底牌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直接一招毙命对方。萧炎抬头微眯着眸子，望着那随着腾池神君长剑的移动而缓缓出现的几道能量残影，他能够察觉到那几道残影之中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不愧是七玉天神君，这般强力的大神技，说用就用啊，可一点都不会吝啬。手掌握着神火横骨持之柄，萧炎脚掌缓缓在虚空上旋了半圈，旋即重重踏下，能量炸响声在脚掌之处傲响而起，拉扯过满场视线。随着炸响声，萧炎借助着能量爆炸的冲击力，身体猛然对着远处的七玉天神君暴冲而去。神火横骨齿之上，炫白色的神元志气汹涌而出，炙热的火焰也随之暴涨而起，其中所蕴含的恐怖威力，唯有萧炎自己知晓了。看到自下方爆射而来的萧炎，七玉天神君眉头微皱，手中长剑的移动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剑气不断的释放喷涌而出，霎时间便是形成一大片锋利的风之剑刃，狠狠地对着萧炎切割而去。感受着头顶上方传来的风之剑刃破空声响，萧炎手掌举起，略微沉寂，铺天盖地的推力自掌心中暴涌而出，而那一大片风之剑刃将还未接近萧炎，便是被这股推力吹得轰然消散。然而就在这时，萧炎的头顶上空不远处，清冷的喝声却是猛然响起，大神技千剑影分。喝声落下，七玉天神君手中长剑豁然指向下方萧炎，一股淡淡的微风出现在脚下，借助着这股微风，七玉天神君急速后退闪掠，而那半空中所遗留下的数千道虚幻的能量分剑却是略微一颤抖，旋即对着下方萧炎首尾相接的爆射而去。能量分剑划破虚空，宛如撕破了空间一般。虽然对方的这一招很强大，可是萧炎则是眉头都不带皱一下，千剑影分直接像是流星雨一般落下。这一招就算是同境界的强者都得败在此招之下。千剑影分的速度极快，一下子就将萧炎所有的去路阻挡。但是萧炎也不打算闪避这些攻击，而是直接硬碰硬，千引归一尺。随着心中意念响起，萧炎手中的神火横骨齿炫白色能量再次猛然暴涨，那股乍然而放的庞大恐怖能量让得下方无数人满脸惊诧，而下一刻更是让他们感受到了萧炎的恐怖力量。也不知道何时，在那些剑影的周围出现了诸多道道齿影，仿佛早已经锁定了其目标一样。这些齿影上火苗闪腾而出，携带着雄浑劲气，在下方那些无比惊诧的目光中狠狠地砸在了千道能量的分剑之上。两者强大的神技接触碰撞下，凶猛的能量爆炸声在虚空之上响起，大盛的光芒使得一些人忍不住地闭上了眼睛。天空之上，剑光逐渐消减，一道巨大的齿影猛然对着那七玉天神君爆射而去，强烈的压迫风声让得人耳膜生疼。而七玉天神君的瞳孔在这时急速的收缩，因为那些无数齿影轻易的就将自己的剑影瓦解后，又融合成了巨大的义齿，对着他的身躯劈来，想要躲闪都来不及了，所以只能选择硬拼了，将自己所有的力量施展出来，凝聚出一道猛虎，张开獠牙，咆哮一声，迎了上去。巨大的齿影狠狠地与那猛虎碰撞在了一起，七玉天神君的地方，顿时一道剧烈声响在整个天际之上响了起来，空间炸裂，出现一道道空间裂缝，从那能量爆炸中蔓延而出。七玉天神君的身影直接被那巨大能量所吞噬，所有人看见这样的场景都觉得不死也的是重伤。与此同时，六玉天神君直接是震撼在了原地，此人竟然如此强大，一招就将腾池神君的最强底牌瓦解，并且直接击败了他，这是何等可怕的战斗力啊！刚刚他们的实力已经通过丹药短时间将自身的实力提升到了4重天位神的层次，如此强大的力量依旧不是黑袍男子的对手，不得不让人不震惊。随后
空中再一次发生了能量炸响，一道重伤不轻的身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接从上空掉落而下，最后直接摔在了地面上。众人目光望去，直接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那名黑袍男子竟然真的做到了将七玉天神君重创的一幕。此时七玉天神君全身是伤，浑身都流着诸多血迹，用最后那不甘的眼神看了看萧炎，最后直接昏迷过去。就连已经重伤的八玉天神君，在此时看向萧炎的身影时，心中不自觉地升起一丝惧意。眼前的那黑袍男子太可怕了，从九玉天神君被杀，现在自己以及七玉天神君都已经重伤，只剩下六玉天神君。你们的七玉天神君也不过如此，接下来就轮到你了。六玉天神君，萧炎人畜无害地搓了搓手，瘦削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这笑容在六玉天神君看来简直就是致命。呵呵，你以为你能赢我吗？五重天卫神之下我无敌，你能奈我何？六玉天神君一声冷笑，身为神君，自然其定力不凡。虽然知道眼前的黑袍男子实力强大，可自己乃是六玉天的神君，怎么可能就败于对方之手？萧炎闻言，脸色依旧保持着冷静，然后伸出自己的3根手指，淡淡的声音传入六玉天神君的耳朵中：3招就能够解决掉你。这并不是萧炎的高傲，而是他真有这样的实力。在萧炎如今的实力下，就算是3玉天神君自己都有一战之力，更何况只是区区的6玉天神君。那我就要看看你的本事究竟有多么厉害。6玉天神君拥有半部5重天卫神的实力，他就不相信眼前的黑袍男子真的有那么厉害。当即，萧炎直接催动神力，一鼓作气直奔6玉天神君。后者宽大的袖袍轻挥，一股强大的劲风凭空浮现，将周围的空气都给吹散了开去。灰尘掀开的前一刹那，6玉天神君眼瞳微缩，神力猛然暴涨，身体急速后退的同时，手中长剑不断挥动，一道道锋利的剑刃出现在他的身后。然而，就在6玉天神君退后的那一刻，萧炎的身影直接猛然出现在其身边不远处，速度极为的惊人，几乎是在瞬间便是增加了将近数几十倍之多。恐怖的速度让得6玉天神君都是无比的吃惊。霎时间，萧炎的手掌对着6玉天神君身后的空间隔空一握，那处空间仿佛被一团炫白色的火球包裹，然后火球直接爆炸而开，直接将那些道道锋利的剑刃全部炸得粉碎。什么？6玉天神君眼瞳再一次的骤缩，简直不敢相信萧炎有这等可怕的力量，心中暗自喃喃自语，目光瞥向那一路横推姿态的萧炎，刚想采取攻势，一股寒意却是骤然涌出皮肤，豁然偏头，一道黑影犹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背后。萧炎速度之快，就连6玉天神君的眼睛都差点跟不上，手握成拳，拳头之上爆发出无比强大的能量，并且散发出一股恐怖的劲风，狠狠砸向了6玉天神君的后背。拳头所过处，居然是产生了刺耳的音爆之声。这一记攻击居然强悍如斯，接我这一拳！萧炎心中低吼响起，拳头之上所蕴含的劲气再度飙涨，最后在周围那些8玉天之人惊骇的目光中，结结实实的砸在了6玉天神君的后背之上。恐怖的拳之劲风，直接是让得6玉天神君犹如那断了线的风筝，抛上半空，犹如那被狂风刮起一般，千盈尺。萧炎缓缓吐了一口气，手中再一次浮现出炫白色的神火横骨尺，施展出恐怖的神技，数千尺影出现在了上空，并没有归为1尺，而是将这数千尺影全部对着6玉天神君如流星雨般的飞去。感受到萧炎的可怕神技，那被狂风吹上高空的6玉天神君极力的旋转神力，眼神狰狞，准备与之硬碰。不过还没等对方反击，萧炎那速度又一次让得所有人吃惊，犹如是风一般，风动引道，极为迅猛。当即拳头逐渐摊开，手掌一招，直接拍打在6玉天神君的身上，一道沉闷响声爆裂响起，6玉天神君的身影直接对着下方急速落下。刚刚的那一掌已经让得他身受重伤，自己半部5重天卫神的实力，为何连一招都无法反击？而且还没有结束。在6玉天神君看到下方急速朝着自己飞来的千道尺影时，一股绝望早已经涌上心头，以及对萧炎的惧意。不出意外，被萧炎正中了一掌后，6玉天神君已经无法反击，最后任由自己的身躯被这些尺影攻击，落入了那流星雨的强大攻势中。就算侥幸活了下来，也已经重伤残废了。虽然这牵引的攻势没有归一尺时那般致命，但可以让对手成为一名废人。对于6玉天神君来说，这可是比死了还难受。什么？6玉天神君也败了？无数8玉天之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被千道尺影围攻的6玉天神君，皆是满脸的不可置信。连6玉天神君都这般轻易地败了，从9玉天神君的对战，再到现在的6玉天神君，结果都被萧炎一己之力击败，而且不带吹灰之力。此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何实力如此可怕？难道也是一名超级神奇？就在众人猜测萧炎的实力身份时，高空中的攻势也进入到了尾声。一道全身是伤、鲜血直流的6玉天神君摇摇欲坠而下，对方早已经昏迷，失去了知觉，导致重重的摔落在地上的时候都感受不到痛感。终于解决了这2位神君后，萧炎在虚空中俯视而下，他的目光则是在8玉天神君身上扫了扫。后者虽然已经重伤，但比起7玉天神君和6玉天神君还算是好的了。
萧炎的身影在八玉天神君一眨眼的功夫中就出现在了其跟前，旋即淡淡出声道：“天心主关押在哪里？”如果换作是刚刚，他肯定还不会说，但现在看到眼前的黑袍面具男子直接轻易的将七玉天神君和六玉天神君击败后，同样心底里已经对萧炎产生了恐惧。我说，八玉天神君紧张的都滋滋语语起来，咽了一口口水后道：“他现在就7号囚牢中。”带路。萧炎也并非相信对方的话，而且这座囚牢如此庞大，路都不熟悉，到时候这家伙搬来更高玉天的神君，那就不好办了。是。忍受着身体的疼痛，八玉天神君缓缓起身，然后朝着7号囚牢的位置飞去。萧炎与素素对视一眼，也是紧跟其上，随之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八玉天众人的眼中。